歡迎收看《北京不靜音》，我是北京。面對真相和良知，我選擇不靜音。希望你們也和我一樣。今天呢，我們來聊一個有意思的話題，關於台灣主權的歸屬問題。最近呢，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說了一段話，就大意就是不承認舊金山合約。原因呢是說，當年締結合約的時候，沒有邀請中华人民共和國參加，所以在這個合約裡涉及到台灣主權歸屬的問題是非法及無效的。我今天呢想給大家做這一期北京解構我們來好好梳理一番。背後的這張圖就是當年這個舊金山合約簽字的是1951年在美國，1952年4月28日正式生效。这个合约確實沒有邀請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沒有邀請中華民國。那麼這個合約到底締結的是什麼內容呢？實際上也沒有去討論關於台灣主權的歸屬問題。這可能毛寧還需要補一下課。實際上這個合約的締結呢，是日本當時作為戰敗國和這個戰勝的同盟國之間所簽署的這麼一個和平條約意思最大的內容是結束戰爭那麼日本恢復主權那麼作為戰敗國呢，它有義務放棄掉之前它以武力去奪取的這些殖民地的權利，所以在這個合約裡呢，它等於是放棄了這個他之前對台灣的這個主權的一種主張，我放棄掉，因為你作為戰敗國，你有義務放棄，但是同時他並沒有權利說我可以把台灣的主權移交給誰，日本是沒有這個權利的。在這個舊金山合約裡也並沒有寫說我放棄了，這是放棄了，寫進合約了，但是交給誰沒有提。所以毛寧說這裡面涉及到台灣主權歸屬沒有你即便你不承認舊金山合約，和這個台灣主權到底歸屬於誰也是不劃等號的。那有的人就說了那你不承認這個合約，那意思就是台灣還屬於日本嗎？也不能這麼說這種說法是錯的，因為台灣不屬於日本。不止這一個合約提到你比如之前的波茨坦公告比如日本1945年的這個投降書都可以算是佐證這一事實的一些歷史文件。那當然還有一份歷史文件可能華語世界的中文圈的人不太熟悉，實際上就是也是發生在1952年。和這個舊金山合約的生效日期是同一天，就是日本和中華民國簽的一個台北合約。那麼為什麼要簽這個台北合約呢？在這個台北合約中日本就再次重申了這個舊金山合約中他所說的我放棄對這個台灣的這個主權的這個主張這些權利我都放棄掉。那有什麼必要又簽一份新的合約說同樣的內容呢？那就在於舊金山合約的時候，中華民國也沒有被邀請去等於日本是跟以美國為首的這個同盟國去簽的，對吧？他們之間的戰爭靠這個合約結束了。但是日本和中華民國之間的這個戰爭並沒有一個條約說我們結束了，這就是還要再簽一個台北合約的原因，作為舊金山合約的一個補充來說清楚日本跟中華民國是一個什麼關係因為你終止了這個戰爭，我們才可以做一些正式的建交一些戰俘的交換這些和平時期可以幹的事情是這樣的。但是在這個台北合約中還是沒有說我這個主權由日本我現在放棄掉了，然後我現在交到你中華民國的手裡台灣的主權歸你了，沒有，也沒有說這個事兒。
所以這事兒就很有意思了。那台灣的主權到底歸誰呢？歸日本？歸中華民國？還是歸中華人民共和國？好，我們一點一點分析啊。先說是不是歸日本，肯定不歸，对吧？因為國際上的對於一個地區的主權啊，你不能夠是用這種武力強行佔據的啊，這種殖民地性質的，然後你統治一些年，然後主權就歸你了，這是不可以的。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說啊，即便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啊，外交部毛寧啊不承認這個舊金山合約，日本也不能夠說啊，你不承認啊，沒有這個舊金山合約，那我沒放棄過，所以台灣主權還是我日本的，不能夠這樣啊，因為說了還有台北合約是吧？還有波茨坦公告，還有日本投降書，以及整個國際社會對於主權的規定，所以日本並不享有台灣的主權，他也没有权利去分配，所以他只能說的是我不是我的啊，我放棄了，不是我的，但他没有权利分配。好，日本先排除了啊。那麼這个主權到底是中華民國的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因為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實際上在國際社會上啊，是處於一個究竟誰代表中國的這麼一個實質的法理的問題，一直都沒有定論，對吧？只是說承認的國家多與少的區別。現在的情況是更多的國家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中國，對吧？但是還是有一小部分國家是承認中華民國代表中國。那麼這種分歧在當時舊金山合約1951年啊簽字，1952年生效的那個時間是更為敏感的。國際社會上不知道我究竟應該是承認這個中華民國呢，還是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雙方都主張代表中國，對吧？但是我們今天想說，無論中華人民共和國還是中華民國，實際上都不享有這個台灣的主權。為什麼呢？我們就要看到國際社會上對於一個地區的主權啊如何歸屬有一個很明確的規定，就是你自己聲張是不行的啊！你說這地兒是我的，就是你的，不行，你自己聲張是沒有用的，你必須要得到國際社會的一個普遍認可啊，這是第一個很重要的點啊。那麼第二個點呢，就是說它曾經是你的歷史上的啊幾千年歷史中的某一段時期的是你的固有領土，也並不能夠作為一個現代這個社會的啊一個主張的這麼一個證據鏈條，不可以的。因為我們知道這個世界幾千年的歷史上，這個領土變化有多麼的複雜，對吧？很多地方歷史上歸屬於不同的國家，那這些國家如果說啊，這是我固有的領土，所以我現在對它有主權，那不就亂套了嗎？對吧？所以你是你的固有領土也不可以。台灣曾經在這個中國的歷史上啊一段時間內是屬於中國的領土，但是你現在不能夠以此說啊這就是我的。那能依靠什麼呢？依靠實質統治嗎？就是我實際就在這裡統治幾十年了，所以是我的。那中華民國的很多的這個訴求就在這裡，對吧？他從戰敗國日本手裡等於是把這個台灣的統治權他給接過來了，通過一些行政的轉移啊，45年到52年陸陸續續的，那一直他實際統治至今。那你也只能說中華民國政府是台灣的現在的一個合法的民選政府啊，它有這個治理權，但是台灣的主權並不歸屬於中華民國。那當然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更加不可以了，他一天都沒有統治過這個台灣，對吧？沒有治理過台灣，一天都沒有。那麼到底那依此啊，能不能說台灣的主權就屬於中華民國呢？也不能，還缺一個條件。剛才我們說了兩個條件了，對吧？一個國際社會的認可，一個是這個你實質的治理。第三個很重要的條件是要有相關的一些合約、一些條約。那國際社會對這個事情的認可也在於這些條約的簽立。那我們就看到剛才提到的這麼多條約，
52年的台北合約52年生效的这個舊金山合約，包括之前的什麼波茨坦公告啊，什麼開羅宣言啊，日本投降書等等等等，所有的這些條約裡面都沒有說台灣的主權移交回給中國。無論這個代表中國的是中華民國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都沒有這樣的條約。這個就是台灣主權未定論的一個最堅實的一個法理基礎，就在這裡，就是沒有法理基礎。所以這事兒很有意思，對吧？那麼台灣的主權到底歸誰呢？在我看來，肯定不歸日本，肯定也不歸中華人民共和國。其實也不歸中華民國，台灣的主權就是歸台灣人民。我覺得這個邏輯是再清晰不過的。一個地方的主權當然歸在這個地方生活的所有人，那所有這些人有權利決定，對吧？他有權利決定我這個主權歸誰。當然了，他更有權利決定說我們要自己選出來治理這個地區的政府，對吧？那麼台灣人現在就只做了第二步，他沒有做第一步。第二步就是他們投票，对吧？選總統啊，選這些議員啊，這些是台灣是民主的啊，台灣人行使了自己的權利啊，決定了自己的合法政府是這個中華人民說錯了啊，是這個中華民國政府。但是呢，第一步他沒有做，對不对？就是台灣從來沒有過一個這種公民決議投票啊，說我們的主權究竟是不是屬於中國。所以台灣人民都沒有做的事情，國際社会更加無權去代表他決定你的主權是不是歸屬於中國。所以如果有一天台灣進行了這樣的投票啊，由2000多萬台灣人自己決定台灣的主權是歸屬於中國，如果有這麼一天的話 OK， 那麼在那一天歸屬於中國，然後才可以去爭說那代表中國的究竟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呢，還是中華民国，對吧？假設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中国，那台湾這邊又投票說我的主權歸屬於中國，那麼中华人民共和國在那一天才可以合法的、合理的继承過来說台灣是在这个我的主权範圍內的。但是這一天沒有發生，對吧？沒有這樣的投票，目前也沒有這樣的計劃，所以台灣的主權就是未定的。或者你也可以認為其實並不複雜，就是你們都不要爭，台灣主權就是台灣的，台灣主權就是台灣人民的。那麼他們自己願意建立一個什麼樣的國家，他們願意承認誰是合法政府，完全由他們自己決定。這是國際社會上的慣例，並不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在這裡去胡說。所以歸根結底，中華人民共和國可以不承認舊金山合約，沒有問題，因為他沒有參加，對吧？他可以不承認，當然不承認是有一系列的後果的。因為舊金山合約某種程度上等於是塑造了目前的二戰之後的國際框架。那如果說你要顛覆掉這個國際框架，其實日本是歡迎的。你中國帶頭否定掉舊金山合約，日本也可以否定掉啊。日本也不喜歡這個框架呀，約束着他也可以掙脫啊。那當然我們知道，其實這個框架運行了快1個世紀了，不滿的人很多，我們就處於一個正在發生變化的時代，所以這個框架有一天崩掉了也不用意外，沒有事情可以永遠的維持住那個狀態不變的，沒有東西不變。
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當然可以否定掉这個舊金山合約，但是你不承認舊金山合約，也不代表說台灣的這個主權就歸你。中華人民共和國說台灣的主權當然肯定是不歸日本啊，他說台灣的主權不歸中華民國，你找出各種證據說台灣的主權不歸中華民國沒有問題，但是也不代表說台灣的主權就歸中華人民共和国，都不歸屬，所以不用爭了啊，交給台灣人民自己去決定。感謝收看、訂閱、分享。